我中奖了，妈呀！是吗，韭菜盒子，恭喜啊！来，不墨迹了，兄弟们啊，直接开始叮当456了啊！咱刚才讲到哪儿了啊？对，讲到哪儿了呢？就是就是伊朗这个，首先就是现在伊朗这个反应嘛，就是他能不能行动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说了，不是伊朗怂了，真不是伊朗这哥们儿怂了。哎，我的那个，你们小点声，上麦走去，上麦走去。说伊朗到底什么时候行动，能不能行动了啊？然后呢，说就是这次呢极有可能是憋个大的，所以所谓的怂啊，就是我认为不过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宁静，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看着整个中东必爆啊！信苏苏的给我扣波信，你们跟我同样的想法的给我扣波同意，好吧？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的？家人们，首先啊，就刚才我说是伊朗的反应。很多人就把伊朗这么些天的宁静啊，就是感觉是他对外传递一个信号，这个信号就软弱啊，就理解为说伊朗怂了，但实际上恰恰是伊朗要大干的前奏。之所以这么理解，原因很简单，伊朗是什么？伊朗咱说好歹咱要说中东4大小霸王，人伊朗算1号，对不对？咱不说是世界大国，但是区域大国吧，对吧？是东方大国俄罗斯、伊朗。这个大三角之一吧，对不对？也是现在跟以色列作战的所有的什叶派的老大，就是直接的后台，对吧？你说这么样一个国家，就算怂，也是要讲面子的，对吧？现在哈马斯领导人被以色列叮当456干到自己家首都了，而且还是在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的过程当中。咱就不说别的，咱就说面子上能过得去不？那是羞辱啊！是不是老埋汰他呀？对吧？反正比几个月之前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，就比那个伊朗大使馆被炸严重的还要多。作为大国啊，伊朗其实我跟你讲，就任何人，咱还是这句话，咱说句实在的，家人们，任何人都不想打仗，你都别说国家了。现在你出去吃个烧烤去，别人骂你，你都得忍一忍，拉倒吧，少不了一块肉，对不对？因为法治社会了。是吧？任何人都不想打，而且你别说伊朗了，伊朗他现在正在发展好时候，对不对？万一打完之后真没操了上呢？所以说他内心里，咱就算是内心不想打，但是面子必须得找回来，要不然真下不来台，知道吧？而作为先例啊，几个月之前，家人们，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被干了，当时伊朗直接就以牙还牙了。给予颜色看看了，对以色列叮当456一波空袭猛如虎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个袭击没造成什么实际性伤害，而且当时还彩排了，要表演性质的，但至少人表明态度了。家人们，咱就说，就是作为伊朗来讲，像上次一样表演形式的难吗？不难吧？就多多少少找回面子了吧，对吧？至少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。但这次的事老铁们可比上次事恶劣多了，10多天了。伊朗居然啥行动都没有，连往以色列境内空地上扔2颗大导弹的啊，就放个大呲花，这种行为都没有，那能说明什么？家人们，说明什么呀？只能说明伊朗这次不会再找个台阶下了就算了，他其实是在憋大招的，家人们，是准备实打实要跟以色列干的。知道吗？毕竟简单找个场子早就干了，无非就几个导弹、几个无人机的事儿呗，是吧？随时都可以派，越早效果越好。而打国战，家人们，那为了确保战争这个胜利，至少不输，必须好好准备。其次，哈尼亚的死也把伊朗逼得不行了，他不想动手。我再说一遍，伊朗也不想，美国也不想，但是现在属于什么呢？就是被逼无奈了。对吧？很多人觉得哈尼亚没那么重要，毕竟他只是说哈马斯推到台前的一个政治领袖，并不是直接掌控军队的人，对吧？哈马斯也是集体领导制度，死一个这个哈尼亚也不至于让哈马斯瘫痪。而且之前伊朗也死了好多高官呢，驻叙利亚大使馆啊，那次死的革命卫队的将领咱就不说了，连那个这个哈梅我那一哥的这个接班人莱西都6月份坠机了。伊朗不是也没因为这件事开战吗？家人们，你要是但凡这么想的，其实就大错特错了，知道吗？革命卫队将领那毕竟是谁呀？毕竟是伊朗内部的人，他
们被杀，伊朗如果不想因为这件事摊牌，那完全可以内部消化。反正只要革命卫队自己愿意忍，其他的别国啊，就是你别说什么国际连锁反应了，革命卫队体系外的伊朗内部也都不会说啥。至于莱西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没了，影响也够大。但问题是莱西是咋没的呀？他是坠机没的，到现在为止还不明不白呢。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证据证明就是以色列干的，对吧？既然不能认定是以色列所为，那除非伊朗已经下决心了，马上要对以色列动手了，所以可以正好把这个帽子扣到伊朗头上，要不然他还真没这个道理儿，因为这个稀里糊涂的事故去跟以色列开战，对不对？但是兄弟们，说到这儿，哈尼亚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现在咱所有公屏上说怂的啊，怎么着的，有一个是咱家粉丝团吗？要说咱家粉丝团人是这个呢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你们听哪位神仙跟你们说的怂了啊，包括你们是谁养的那个宠物，不要在我直播间带节奏，我都给你踢出去，我让你以后再也进不了我直播间。闭嘴，听我讲，好吧？咱不墨迹啊。哈尼亚不管在哈马斯内部的实权到底怎么样，但是明面上他是哈马斯的最高的大哥，对吧？而哈马斯当下又是伊朗扶持的什叶派抵抗组织的代表啊，那是跟以色列作战冲在最前面的，最前沿的。现在他在德黑兰参加一个新的大哥的就职典礼过程当中被干了，而且以色列承认了，他不仅就是对伊朗的羞辱，更是对伊朗作为抵抗之湖盟主地位的严重考验。如果伊朗这一次都能忍住不出手啊，或者是呢，假使他打代理人，就哪怕咱退一万步讲，伊朗打代理人，这次的行动也得策划，懂吗？如果他这次什么都没有，一点动作都没有，哪怕我说了他打代理人，那都是不一样的，你懂不？就是即使伊朗自己不动手，他通过黎巴嫩，他通过也门胡塞武装，这次动作也得让大家知道伊朗是个头子。如果他什么都没做，那抵抗之湖将会对这个大靠山大失所望，会认为伊朗纯粹就把他们当炮灰，跟美国差不多。接下来不管自己被以色列收拾的有多惨，伊朗都得在旁边看着，绝对不带亲手帮他们的。抵抗之湖本来的实力就跟美国没得比，之所以这次愿意跟以色列死磕，兄弟们，除了自身的国仇家恨，最直接原因是有大哥，有兜底儿的。咱就说啊，家人们，这个你承不承认？也门胡塞，我就问你，伊朗哪来的高超因素？也门胡塞武装咋就能研究出高超因素呢？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有的电磁炮啊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他们敢干吗？还怂？哪怂了？所以说家人们，他们敢这么跟以色列对着干，为啥也门敢打美国的航母啊？他拔个胆他敢吗？因为有兜底儿的，因为他能越打越强大，他有利可图。我说对不对？但如果这次兄弟们，伊朗对哈马斯大哥在自己家被干这个事儿都没话，那抵抗之湖将没有办法再信任伊朗。这种局面一旦出现，伊朗在中东苦心经营这些反以的联盟，就人心四散了，继而被以色列个个击破了。而一旦抵抗之湖完了，伊朗就一个字儿，死，就是下一个死的。毕竟战争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。我告诉你家人们，为什么我说中东必爆，没有后路。咱就先说以色列就没有后路，他必须干，他想在中东继续混下去，他就必须得往前冲。伊朗是必须干的，以色列啊，对以色列来说，伊朗必须得废掉伊朗，失去抓手的幕后大哥，对中东就只能望洋兴叹了。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抓手，伊朗是谁在中东的抓手呢？以色列老铁们，
家人们，如果他把伊朗给干了，那么背后大哥在中东没抓手，只能望洋兴叹，以色列才能继续压制中东伊斯兰世界，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才能继续推演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老铁们，同意我这个观点的家人们，你给我扣波同意啊，不支持不同意。所以说这就决定了，伊朗这次必须得打，自家人没了，被人给干了，咬牙跺脚往里忍，往下咽，但是哈尼亚死了，真不能忍呐，打肿脸充胖子都不能忍。这次如果再忍，你失去的不是你的面子，而是挡在你前面的小弟，对吧？失去供自己驱使的炮灰，最关键的是失去了也救不了自己，你忍了也救不了，到那个时候自己单枪匹马面对起死回生的以色列，他的下场会更惨，懂不懂？就是你们说伊朗会不会打，我就告诉你，不打的后果是什么，没有行动的后果是什么。就是我说了，家人们，也许伊朗最后没有亲自下场，但是他会做出跟原来非常不一样的行动，即使是充面子给黎巴嫩的，包括给也门胡塞武装的东西也得变，懂不懂？即使打代理人战争，他也得让全世界看见我伊朗有动作。那有人说了，苏，那行，就像你说的，他能打，那为啥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呢？其实逻辑也不难解释，兄弟们，伊朗动手跟抵抗组织动手那是俩概念，不管是哈马斯、胡塞还是黎巴嫩人民党还是伊拉克民兵，这些都不是都是非政府的组织，知道吗？他们跟以色列打那叫什么？那叫不对称的战争，烈度规模本身就不大，对不对？而如果老铁们伊朗此时此刻出手了，那正儿八经的国战呢，那叫战争啊，那不叫冲突啊，战争规模也不会再是中小规模的冲突了，还有对抗了，实打实那叫第6次中东战争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谁打仗之前不得操个家伙事儿啊，不得摇摇人啊？你那不是单挑，那叫群搂，对不对？咱小时候也见过，你不得摇几车人呐？首先就干嘛？家人们，伊朗在干的事儿，前2天我说了，1天之内抓了20个人，全是内奸。第一件事儿，内鬼除掉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家人们，伊朗被美国渗透成筛子了，这一点伊朗自己也知道。以前还没打仗，伊朗政权的麻烦一大堆屁事儿，这一块还可以暂时往后拖一拖。现在如果家人们大战在即，什么概念？你要打国战了，那你除奸的紧迫性那就大的提前了，对吧？而除奸肯定是要时间的，所以说必然要拖上一拖。我就问你家人们，就伊朗无非2个选择吧，现在干，对不对？不管那些，不管啥，我就这样思路，管他输赢的，干完之后，哎，打回来了，又这个，你说这样丢人，还是说忍一忍，对吧？忍到所有事情都弄完之后，一炮走红，好，哪个好？要是你怎么选？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还是我不管3七4 5 6就干他，我不管输赢，输拉倒，赢了更好，哪个行啊？肯定是得做好选择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，对不对？而除奸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为战争做准备。首先是进攻，伊朗与以色列，老铁们，咱那天说了1800多公里，上千公里，一旦开干，伊朗不是黎巴嫩，黎巴嫩跟以色列接壤，伊朗中间隔个伊拉克，隔个叙利亚，他如果真开干了，必然不管你空海陆空3军，你得穿过人家伊拉克，穿过人叙利亚，穿过2个主权国家领土对以色列作战。这个难度老铁们不是说盟友就简单的，那太难了，太大了，工程量太大了。毕竟伊朗和以色列家人们打国战不是发几个火箭弹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飞点二踢脚那么简单的，飞点无人机那么轻松的。所以说这可能有人还会说啊，那以色列肯那个背后
美国呀，老美把 F-22一个中队呀，10几架战斗机都部署在中东了，还有双航母呢，对吧？这种情况之下，伊朗真有胆吗？他能不能怂啊？怎么说呢？我告诉你，伊朗即使没胆，他或许就是没胆，他也害怕，他也不知道后果，因为大炮小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例子在那摆着呢，谁也没想到说俄罗斯干个乌克兰干了3年没干来，对吧？大家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了，说哎呀妈，一个星期那乌克兰废了，那打完乌克兰坚持下来了，伊朗也不敢说我干完之后我一定能赢，所以他也突突啊，对吧？但是老铁们，我请大家回忆一下，当年1979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面对的人是越南吗？对不？是苏联。因为当时苏联刚和猴子签了一个友好盟约，同盟的，这是军事化的协议。虽然说只要有人打你，我就出兵，我就救你。你要知道，当时苏联在北方陈兵100万呢，这个情景就跟今天啊，美国和以色列道理是一样的。大家认为苏联必救猴子，对吧？就和今天认为美国必救以色列是一样的。可是当时还是干了。那现在情况，老铁们，放在伊朗身上，以色列跟美国身上，你说现在的美国他能比苏联强吗？伊朗他为啥不敢呢？他有什么不敢打的呀？而且你就看现在只是俄罗斯这边被乌军给拖住了，甚至出现了以伊朗把导弹又送给俄罗斯的情况。老铁们，你想想，俄罗斯咱就说啊，虽然有点拉，虽然说乌克兰那个5个旅干到俄罗斯国内到现在没解决呢，我就问你，你觉得俄罗斯可能输吗？咱们长点脑子的，你就说俄罗斯可能输吗？虽然有点拉，他这个问题必解决啊！有些网友说了啊，我看有些专家说，哎妈呀，这个事儿就是那俄罗斯1年都解决不了，纯扯淡。现在俄乌之间那叫特别军事行动，兄弟们，但凡升级为战争呢，俄罗斯200万呢，老铁们，那是兵啊，那是有战斗力的呀，那不是瞎给的呀。车臣、瓦格纳，各种还有好多雇佣兵团队呢，都没用呢，对吧？虽然说有人说那个，但俄罗斯为啥呀？这么长时间了，这3天了，让人家5个旅过去了，没动静。老卢都急眼了，都帮他大哥了，二毛都要帮大毛了，为啥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实话，我没有那么深的这个军事素养，对吧？我分析不出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觉得啊，再不咋地，那是俄罗斯啊，那是世界上第2、第3大军事强国呀，干他本土去了，他不解决，他解决不了，我就不信。所以说，但凡等到俄罗斯解决这个问题了，那么一旦正式开打，就是第6次中东战争，军事消耗非常之大。不但伊朗要准备，背后的手子们也得准备，对吧？如果伊朗要在上千公里之外打仗，兄弟们，咱都说了，打仗打的叫啥？叫综合作战能力，现代化战争打的叫后勤，打的叫补给。伊朗自己有吗？哪个是他自己的呀？对吧？所以说伊朗在千里之外打仗啊，你这个后勤大问题呀。但凡这边俄罗斯你中间又出岔子了呢，虽然这途中的伊拉克包括叙利亚都是伊朗的盟友，对吧？但这俩货穷的自己都叮当响，甚至境内还有美军以及美军的亲美武装，所以说不仅帮不上太多忙，反而会可能出岔的。反正就是伊朗要跟以色列打，所有的战争资源都必须自行运到前线，甚至交通线安全的负责也得自己负责，懂吗？这对于伊朗来说它不是一个小的事儿。
它不是一个小挑战，不是上一次的发个火箭弹，发一个高超音速就完了，马虎不得呀。所以就算伊朗要打，也必须得把开战所需要的什么像什么武器啊，像什么装备啊、人员呢，对吧？这些先运到叙利亚，包括伊拉克境内边境，是不是啊？甚至还得把交通线给巩固好，你都得布局，它是需要时间的，家人们。这次打了，但凡打了，那就不可能是小事儿，要不然就不打，憋着，对吧？这是进攻层面的。咱们再说防守层面呢，伊朗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呀，家人们。毕竟伊朗跟那个哈马斯这些抵抗组织它不一样，对这些组织来说，他们也没什么经济基础，一切战争资源都是外面来的，除了人命他们没啥好损失的，像也门胡塞，像黎巴嫩真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没太多顾虑，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横的怕那个叫虎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对不对？要打老子随时跟你打，对吧？就是叫什么平头哥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我没啥可损失的，我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，我这日子过这么难了，我搏一搏，我单车变摩托，对吧？搏不了大不了一死，碗大一个疤，几百年之后还是条好汉，随时打，打死人再招。但伊朗不是啊，兄弟们，伊朗人家可是有家有业呀，正儿八百的中东小霸王啊。一旦开干，以色列我告诉你那是反扑，挠挠扑。如果伊朗可下场了，那以色列举全国之力呀，那叫生死死敌呀，千年死敌呀，国仇家恨呐。以色列跟伊朗这俩人必须是你死我活，那举全国之力必然干你本土。美军多半也得下场。我告诉你，美以的空军，家人们，你别看以色列现在打这么拉，你别看美国在中东让人整的跟那个什么似的，是吧？五五玄玄的，现在少爷不整蒙圈了。但是老铁们，我说一遍，你可以说美国坏，你可不能说人美国菜呀。以色列在中东打的叫啥？打的叫什么优势？兄弟们，打的叫空中优势，对不对？美国和以色列空中力量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再加上伊朗国内内奸啊，趁机会捣乱搞破坏，这一切都意味着战争开始，伊朗国土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，懂不？就不是说打完必胜的，要有这个决心他早打了。当然伊朗如果真打了，那俄罗斯包括背后的大哥肯定不能袖手旁观，对吧？钱的粮个武器啊装备啊什么的也得嘎嘎一嘎是援助，对吧？但是说到底，伊朗自己打仗就是你再给，就包括乌克兰，那美国北约都给多少了？你消耗的是自己的实力，你死的是自己国家的人。所以说伊朗要保证战争顺利，国内损失要尽可能的压低，这意味着他必须在境内也提前大量的部署物资、部署资源，做好内部动员，包括安全保卫工作。不是说以色列没有这个能力去干伊朗本土的，但凡伊朗有能力去干以色列本土，以色列一定有能力去干伊朗的本土。所以说攻击刚才我说了，防守这块也得准备啊，是不是？这些工作和设施装备他们的到位也同样是需要时间的，而现在伊朗也确实这么做，所以兄弟们也恰恰证明什么呢？伊朗正在成为第6次中东战争的一个核心力量，而且他也正在做充足的战前准备。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，伊朗既有不得不打的理由，也有准备打架的动作。而这段时间所谓的怂啊，老铁们，从逆向思维来看，恰恰也是要打大仗的必然的前奏。把这些信息给一一捋清了，我们再来复盘一下，老铁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去判定伊朗这一段时间的表现，
乃至于所有释放的信息都是烟雾弹。虽然说具体时间没有办法判断，但是老铁们，第6次战争接下来我估摸会爆发，而且这个时间就是俄罗斯解决乌军入侵本土的时候。然后说到这，有老铁就问了，说肯定不能打，是不是？有人说了，那反正这个苏那说的也不是一定的，我只是说我自己的分析啊。有人说了，妈呀，总说等等等的，当时乌军入侵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，好多人说了，分分钟就把乌克兰给干爆了，那怎么这么多天了，那反而乌军越打越勇了呢？那俄罗斯人是嘎的呀，吃干饭的呀。在这老铁们，咱澄清一点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咱直播间一开始对这事的评价就是影响很大，而且俄罗斯不好处理。记不记得有人说至于为啥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讲，说伊朗为啥不隔着1000多公里立马干到以色列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对现实情况完全不了解。就这次乌军入侵的那么几个地方，那是俄罗斯人口非常稀疏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就俄罗斯地大物博，人少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这次乌克兰干的那几个地方是俄罗斯人口非常稀疏的地方，稀疏到什么程度呢？老铁们，咱就这么讲，内蒙古大草原大家都知道，就几公里一个蒙古包，几公里一个蒙古包都比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人口密度要高啊。说的更直白的，就是一个省的面积，但是只有一个县的人口啊，这还算上城市的。如果只看农村的话，差不多1平方公里就住10个人。那你说就这种情况，那乌军杀进去之后就一分散，你卫星上你都看不着人啊，真的大海里捞针呐，派上去搜那就更难了。哎，了解了这个人口稀疏的情况，咱就得讲讲这次的事是怎么发生的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乌克兰战场，俄罗斯人是挖战壕了啊，搞什么这个龙牙防线了，啥都干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边境地区啊，他却啥都没干啊。至于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我上面讲的人太少了，老铁们，除了一点农田呐，就是草原呐、森林呐，很多地方都是荒地啊。从军事和经济角度来看呢，啥价值都没有。当然啊，为了防乌克兰人，俄罗斯在荒原的大后方放了几万人当那个预备役，知道吧？当那个预备队。结果做梦也没想到，乌克兰人居然选吧这么一个地方开始进攻了。先是投了一大批的无人机啊，见可疑目标就炸，结果没啥战果。之后呢，什么坦克、装甲车巴拉巴拉开始轰轰轰的直接冲进那个库尔斯克了。俄罗斯人肯定一愣啊，这个地方也没啥军事价值啊，结果就被乌克兰人啊兵分几路乌泱泱的干出去了10多公里。你就想想老铁们，10多公里啊，就跟没有人阻挡似的，确实也没有人阻挡，人太少了，还被他们杀到一个大城市的郊区啊，近郊。哪个大城市呢？苏加，知道吧？库尔斯克排名第7，人口6000人，比咱们镇子稍微大一点，人口还是少那么一咩咩。然后呢，你就看吧，这西方媒体就坏了菜了啊，大为振奋呐，就拼命说，哎呀，你看咱乌克兰老弟呀，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家伙英雄啊，干到人家俄罗斯本土了，那简直了，横扫啊，横扫了旷野和森林呐，即将要进攻战略要地苏甲呀。老铁们，苏甲是啥战略要地呢？是战略要地吗？还真是。结果我们也知道了，被乌军杀进去之后，俄罗斯人一个趔趄啊，吃惊了，赶紧的也后知后觉，要说这有点拉大在这儿了，你知道吧？赶紧调兵遣将，派部队来迎战。他这个部队一到吧，就把乌军给挡住了。说实话，现在俄罗斯人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部队，甚至炮兵啊，全都围上来了。但是关键什么概念呢？刚才我就说了，2万多人干进去了，几千人干进去了，在这么大个地方打游击战，乌军直接化整为零，全采用的游击战的方式，也不搞什么攻城掠地啊，咱就猫着，哎，没事无人机偷袭一下，我就膈你，哎，做出一种什么呢？和俄军打的火热啊，这么多天了你没消灭我，你看我多呢。
所以你要问我说什么时候俄军能把这些乌军全给收拾了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乌军撑不了多长时间。现在他他的后勤呢，老铁们几乎直接被切断了，就靠这5个旅的兵力分散打游击啊，等补给用完了，这5个旅就彻底废了。至于为啥这种呢，就是这个结果乌克兰还要干这种事儿，很简单，家人们就一个字，拖，知道吗？拖住俄罗斯的精力，让中东这边伊朗陷入到孤立无援的状态，美国就能更好的分而化之去冲击反美武装，甚至说美国人都不需要太用力，只要稍微拖住这么一点儿，伊朗面子丢完了，美国以色列就算赢了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昨天伊朗政府喊话了，说伊朗呢不希望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干扰到巴以和谈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你们说这什么意思啊？那巴以和谈的会议在什么时候召开？今天是8月11号，8月15号开吧。如果按照伊朗的意思，兄弟们，那不就是15号之前不会轰炸以色列吗？对吧？如果15号和谈成了 OK， 伊朗的轰炸计划不搞了吗？你说他这话喊出来，你就甭管说伊朗这是什么目的，他这个行为已经是让抵抗之狐有点心凉了，对吧？你看咱家很多人说怂啊，对不对？就大家心里有点凉了。而另外一边以色列听完这个消息怎么整的呀？这样吗？以色列听完这直接把加沙给炸了，今天炸死100多个人，伤了700多个人，然后又在黎巴嫩首都又斩首了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级别的人物，今天在黎巴嫩又干了一次，就这么一整，伊朗是没说啥，但黎巴嫩真主党彻底怒了，直接站出来说话了，说去什么的以色列，就不说你斩首我军官的事儿啊，你就看以色列炸死几百个难民这个事儿，他想谈吗？他和谈啥玩意儿和谈呢？说完这个，黎巴嫩真主党老大今天直接说了，说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管你伊朗怎么干，我黎巴嫩真主党我脱离你们，我自己行动，我对以色列轰炸将是全面的解除所有的禁忌，所有的限制。怎么说？黎巴嫩真主党这回这哥们真够刚。说完之后，我跟你说，叮当456真干了，昨天干的，立马对以色列释放了300多枚的卡秋莎火箭弹。但是你说这个行动就是对的啊，就是好使的吗？不好使啊，老铁们，咱直接说结论，这个典型的离间计，目的就是让黎巴嫩真主党跟伊朗之间产生嫌隙，产生猜忌，对吧？没有办法对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，拧成一股绳，自然也就降低对以色列的风险了，包括危险。而就是黎巴嫩真主党这么一个行动，好家伙了，美西方媒体都疯了，好几百个媒体同时报道啊，说什么伊朗已经和黎巴嫩真主党闹掰了，什么中东反美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了啊！还有一些比如说英国的媒体，那家伙更是啊，直接建议以色列现在出手直接把黎巴嫩给灭了。你说老铁们，这个情况如果走下去，是不是不太妙？对不对？如果在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前，反美实力这边出现分裂了，或者说美国让这个联盟产生裂痕了，那么无论以色列还是美国面对的情况无疑会非常轻松吧？这不就是各个击破吗？这不就是切香肠吗？这不就是老美的剧本吗？说实话，我现在我真有点担心了。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这边要跟伊朗分开行动，那就正中下怀，正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圈套。一旦俄罗斯这边处理的事不及时，再拖个10天半拉月的，伊朗就更不敢出手了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把黎巴嫩叮当456真给干了，中东这盘棋就废了，真的。不过这种计划啊，他美国人能想到，我觉得伊朗背后的大哥们肯定也能想得到，知道吗？那既然能够想得到，解决办法那就不是问题啊，就不是问题。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？总之，现在就看俄罗斯这边啥时候能把这些乌军给干掉了。而真正的大决战会不会爆发，老铁们，咱还得等8月15号之后啊，巴以和谈到底能谈出什么个奶奶样？然后说完这个，家人们，咱再接着说，韩国
出现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负责调查尹锡悦他媳妇儿贪污腐败案的官员死了，知道吧？前一段时间尹锡悦的老婆被人起诉了，贪污腐败，调查他的官员死了，死得非常离奇。有多离奇呢？死者是国民权益委员会的高官，反腐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啊，这个不是一般的炮啊，对吧？他当天被发现直接死在家里了。警方说发现一张纸条啊，说这个纸条上写的密密麻麻全字啊，约等于他的遗书。这个遗书说啥呢？警方说死者长期感到良心不安，因为调查金建熙这个事儿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迫害金建熙啊，真的太内疚了，所以决定去死。金夫人请原谅我吧，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咱就说老铁们，这韩国警方的通报是不是扯淡呢？谁能信呢？你这不是埋汰韩国人的吗？因为最关键的一点，警方说这个遗书是存在的，内容也真的是这样的，但是拒绝公开遗书的照片或者视频。没错，人说了拒绝公布。这就好比说古代家人们啊，皇上没了，马上有个皇子冲出来说，皇上在去世之前给我写个遗书传位给我，我现在是新任君主，只不过遗诏我不公布。那么兄弟们，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大臣以及其他皇子能信你不？我只想说，你这侮辱俺们智商呢，是吧？就算那个古代的皇子篡位都知道伪造一个遗诏呢，整个文书出来呢，你甭管是不是真的，最起码你得整出来吧，你也不能嘎巴嘎巴一张嘴呀，你谁信呢？现在韩国警方老厉害了，一口就咬定啊有，哎，死活不给你公布，没有照片，没有视频啊，外界必然怀疑两件事啊，遗书是不是真的，以及内容是不是真的，对吧？对调查金建熙感到内疚，万一不是呢？而警方的其他举动也加大了外界的这个怀疑的力度。本来这事就蹊跷，警方还选择不验尸，而且光速结案呢，家人们有多光速呢？现场看了一下，认定自杀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么敏感的人物没了，警方你不怀疑吗？你哪怕象征性的调查一下呢，也是应该做的呀。毕竟人家是国家反腐败的高官呢，这种级别的人，兄弟们没了，而且这么离奇的没，是不是不能轻易的结案？对吧？没有，人直接把案给你结了，毫不犹豫。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，韩国在野党都炸了啊！我特意看了一下韩国3大主流媒体啊，结果呢，3大媒体全部没报道这个事儿啊。尽管在这个在野党，也就李在明带头那个党啊，都快气炸了，但主流媒体就不报。所以说老铁们啊，你就看吧，像韩国整个就是这大乱套啊。今天咱就说这个事儿，你说有多离奇吗？正常在一个正常的国度能有这样的事出现不？对不，家人们？有人说休息吧，休息不了啊。有人说伊朗还快打成，家人们啊，伊朗这个事我这花了1个小时讲的，你们再这么认为，那你就不是我粉丝儿，好吧？咱不墨迹，家人们，今天新闻差不多了，